我在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就没关系呢？我是银行方面的律师，我要跟你见个面，讨论一下案子。不是陈无良，你就这么当律师的啊？代理着甲方跟乙方讨论案情？这法律上有规定吗？说不能接触对方的当事人啊？哼，行，我这是正缺人生导师呢，那你过来找我吧。当事人，本给我。你去哪？我跟你一块。我见个当事人，给我。那我呢？你自己叫车回律所。哎，您好，哎，这是您的车吗？对我车就没电了。对，行，那先说好了，我们是有拖车费的。哎行，行哎不是，我是 VIP 客户，我还要收费啊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规定。那行吧，给您钥匙。那我给您嗯，那个三脚架您别忘了帮我收着啊。您放心。哎。啊，拖的时候小心点儿，谢谢您啊，师傅。好嘞。车怎么了？没电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赶紧开车。哎，上哪儿啊？这开了半天也不说去哪儿。怎么了？开着好车还心疼油钱啊？别问了啊，你就先开着，等拐弯的时候我会告诉你。嗯，说吧，又想教导我什么呀？为什么在最后一刻上诉？你真逗。那法定期限内我上诉，我想什么时候上诉就什么时候上诉，怎么心里不舒服呀？右拐。得嘞，右拐。我跟你说啊，要说你遇到我肯定输呢，这事儿我信。要说你不耍点什么手段就直接认输了，打死我都不信。哎呦，要点脸吧，行吗？上次那官司谁输了，还好意思说呢？哎，换你试试。我打的是个性骚扰，这当事人给我来了个强奸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。说吧，怎么想的呀？没这么想啊，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逗你玩。不可能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前面呢，旁边停。行，多谢。在哪儿啊？你不会以为我真有心要跟你谈案子吧？我车坏了，让你来给我当司机的。走了啊，多谢。等一下，哎，是化妆品店吧？对啊，你要买化妆品？不是，女人逛化妆品店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没事吧？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又被他给耍了。请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您好，我想打听一个人，就是你们这儿原来有一个员工，是不是叫温丽啊？温丽，不认识。稍等啊，这有他照片，有印象吗？啊，这不是小温吗？对啊，她不叫温丽啊，不叫温丽，那他叫什么？温柔啊。她在我们这儿干过，不过没干几个月就走了。哦，那他之前在这儿干的时候跟谁比较熟啊？李姐，有一客人找您说打听小温的事儿。小温？对，您好，我姓罗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您好，先生。请问有什么需要？刚才不是进来一个穿短裤的女生吗？她买什么了吗？她没买什么，她是过来打听之前在我们这儿干过的一个女孩。哦，过来打听事儿的。她打听谁呀？
之前在我们这儿干的时候，她是叫温柔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叫她温丽。哎呀，你也别问了，客人的事儿我们不该说。温丽是我妹。啊，这打听她干嘛呀？那她又是谁啊？啊，我女朋友。啊，我俩快结婚了，反正是见人就打听我的事儿。真的？可能就是想多点了解吧。那我觉得，这样的女人您可得小心点儿。应该小心点儿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拿这个吧，好吗？好啊，那我帮您结账。好的啊，谢谢。这女人干嘛？跟银行的案子有关？您是说她勾引了别人的丈夫？是，而且她还和我这个当事人的丈夫一起转移走了我当事人家里的财产。哦，所以您看，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能想得起来的？就您这么一说吧，我倒想起来，当时我有那么一种感觉。当时看着这孩子温温柔柔的，嘴倒是挺甜的，挺会说话的，干活也特别有眼色，就是性格吧比较内向。这不是来了有几个老员工，就老看他好欺负，就老让他干那些重活累活什么的。他呢也不反抗，让他干他就埋头苦干。我有的时候觉得，挺不容易的，就替他说几句话。当时这小温看着确实是特别可怜。您想呀，在我们这儿这工作工资也不高，他一个月交了房租，他也剩不下什么，有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上，让房东给赶出来过。他呀就老偷偷摸摸的，住在我们这办公室。我是实在看不过眼，觉得太可怜了，我就让他住在我们家了。但是吧，当时就我爱人呀是大学老师，我呢也有可能是误会啊，我就觉得他好像老背着我，对我爱人献殷勤。后来他好像也是察觉到我对他好像有点防着，然后他很快他就搬走了。您说他是被您怀疑才走的，有没有发生其他的事儿？您再想一想。要不然他走就是因为那个王良。当时吧，这小男孩老陪他女朋友来我们店里买化妆品，便宜很多，加这瓶眼霜就3000了。对，啊，还送2个小样。王良，3000呢。没事，你喜欢咱就买。那我可买这套3000的了啊。那，别玩了。我们那边新到了一些面膜，可以看看。哦，好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他就跟小温熟悉起来了，还去我们家找过他。正好有一次还让我给撞见了。小温当时那表情特别尴尬，还非说我认错人了。也就是自打这以后，他就消失了。这个王良啊，后来就成了温丽的男朋友。哦，然后温丽呢，就利用他，就拿到了京北的户口，然后后来就把王良给甩了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感觉，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呀。你想，他如果是您说的这么可怕，那当时那个店里那几个老员工没少欺负他，那他还不得报复回来呀？但是他走了就走了，他也没说报复他们呀。因为他根本就没把这几个女孩放在眼里，他的野心非常大，他的目标远不止此。啊，这个真是太可怕了！怎么说话呢你？就这样还出来混呢？你妈没好好教育过你吗？对不起。哟，说2句就哭了，干嘛呢这是？啊，我怎么地你了？说上2句就哭了，楚楚可怜给谁看呢？别给我玩这套啊！这套在我这儿不好使。我没说什么吧？我怎么地他了？我怎么地你了？你哭成这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？
别给我来这套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能待，不能待，给我滚蛋！来，罗姐，请进。来，你先坐下，我给你倒点水。王良，特别巧，你说你找我有事儿，我正好找你也有事儿，你先说吧。好，其实啊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有没有温丽的消息？有，他回国了，而且我肯定他是一个人回的。哦，你跟他是在那个可奈尔化妆品专卖店认识的吧？可奈尔化妆品专卖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啊？你在他之前有一女朋友，你陪你女朋友去买化妆品，没这事儿？这事儿可能有，但是这跟温丽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有关系了，他就是当时那儿的服务员，他接待的你们俩呀。啊？你不记得啦？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？我这人吧，一进了化妆品店就犯困。去了以后呢，我也就让我女朋友自己逛，我就边上玩手机去了。等她自己选完了，我就去给她结个账就行了。我哪注意得到什么服务员呢？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在一个餐厅。当时我和我女朋友，你跟我出来吃饭就是不看手机来了？我马上就完事儿了，还有一点儿。那多少事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对不起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瞎呀你！哎，这不能小心点啊！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因为烫伤面积比较大，又是夏天，所以我跟温丽轮流照顾她。你是猪吧？一个苹果削了5分钟，你到底会不会削啊？你诚心不想让我吃吧你？对不起啊，我马上就好了。得，我也不想吃了。说你削的什么东西？我说你是瞎了吧你？杯里没水了没看见吗？我马上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亲爱的，我来了。你怎么才来呀？向那边倒去。真想烫着谁呀你？对不起啊，亲爱的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所以耽误了啊。你每次，你先聊，我再去接点水。谢谢啊。客气。哎呀，王良，你说我这以后会不会留疤呀？我以前皮肤那么好，这要是留个疤可怎么办啊？大夫不都说了吗？亏了咱来的及时，放心，留不了疤啊。切，都怪那个蠢女人。哎，你说话也对人客气点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行，那以后我就跟你说，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我就杀人放火去了呗。你看，我又不是这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现在住在医院的人是我啊！好，哎，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，全是你爱吃的，来，看看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我那个女朋友脾气本来就不太好，说这干啥？又得了脸，那对温丽是一点好脸色都没有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，有几次让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可是温丽呢，却一直忍气吞声。你别削了，我不想吃。等我削完了你就想吃了？来了，我不就让你买2杯奶茶吗？怎么那么慢呢？对不起，我排队排了很久。来，这杯是墨香奶绿，这杯是红豆的。谢谢，你喝吧，我不渴。跟他客气什么呀？让他买2杯奶茶不是应该的吗？放那，你给我喝。怎么那么甜呢？我不告诉你半糖的吗？你想胖死我呀你？对不起啊，我重新给你买1杯吧。哎呀，怎么着啊你？又想烫着我是吧？成心的吧你？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去洗手间洗一下就好了。对不起啊。王良，管他干什么呀？自己笨手笨脚的，怪不得别人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我过了，我都被他搞进医院了耶！我过了，到底谁是你女朋友啊？你要是关心他，你就去找他去。
文丽，真的很对不起啊。我女朋友这人就这性格，我也希望你能多担待。其实我知道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她把最坏的脾气全都发给你了。我其实有的时候……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知道吸血鬼为什么不吃辣吗？啊？因为他们专吃不辣的。你说的是不辣的是吧？够冷吗？挺好笑的。做错事的又不是你，你干嘛愁这张脸？像现在这样开开心心的，多笑笑。明明是他受了委屈，可他却常常安慰我。后来，我们就经常在天台。说从前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像自行车，后来他在路边上被人骑走了。不好笑？不好笑，我再给你换一个。啊，话说，从前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板砖。有一天，他在湖边散步的时候，从湖里边跳出一只蛤蟆，指着他说：“我看你敢扔！”这也不好笑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笑？是因为我看你尴尬的样子更好笑。你，哎。干什么呀你？全都是因为你，我现在我哪儿我都去不了。你干嘛你？哎，干嘛你？我怎么了？过分了啊！这位你太过分了。好啊，你找他去啊！你找他去啊你！怎么了？你说呢？你自己想想。你在玩手机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被一双眼睛给盯上了。从一开始他就能判定，一定能把你搞到手。所以之后的每一步你都在人家的计划里。可怕吗？哎，王经理，哎，陈律师，你听说了没有？罗英子她已经提出上诉了。我听说了，你们不也知道吗？哎呀，准备好的拍卖是没办法进行了。啊，没关系的，这早晚都得拍。哎，我们这边还听说，她向公安报案说她丈夫的贷款是诈骗。哦，那报不报的呢是人家的自由，咱们这边也没有权利阻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但是我听说这一旦刑事立案了之后，这民事就得往后放啊。她丈夫都已经跑到国外去了，那这案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那咱的贷款不就坏在那儿了吗？王经理，你这还挺懂法律的，但是诈骗这种事儿那么好认定吗？哎，对，哎。只要我们能坚持说这个贷款是手续都是合规的啊，那法院还不一定怎么认定呢。
而且这个签字的时候2个人都在，上面都有名字，也是一块来办的贷款。哎，这明显就是夫妻联合诈骗啊！哎，不，王经理，这不是我的意思啊。你看啊，人家已经被丈夫害得那么惨了，不可能是联手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陈律师，你是我们行请的律师，对吧？你应该保护我们的利益，你不能因为怜香惜玉你就向着他呀。行了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知道了啊。好嘞，好。少哥，文件弄好了。你去哪儿？我跟你一块儿。我有急事要处理的。那你把家里钥匙给我一把呗，下午修空调的过去，我再帮你打扫个卫生。我们家是密码锁，一会儿我就把密码还有地址什么发给你啊。行，那你慢点啊。哎，搞定。来，进来。王经理，哎呦，陈律师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呦，这平时请您那么难，这刚挂了电话您就过来了。这不是对方在最后时刻上诉了吗？这事儿挺重要的，我就赶过来了。来的路上呢，我就想了一下这事儿啊，我是这个态度，我觉得就算是公安机关最后认定了罗英子的老公是诈骗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找其他的方法啊，把这个钱从她老公这儿要回来，不必要让罗英子她这边。您不会是喜欢上对面那个女孩了吧？这扯远了，这是就事论事儿嘛。哎，那就事论事也不能3番5次的替他讲话呀。哎呀，陈律师，您刚才说的我明白，怎么说呢？您是律师，这律师啊是给当事人出主意的。那至于最后当事人怎么做决定，好像就跟律师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吧？没事，您刚才说的意见我都明白了，后面的事儿啊，我自己看着办。你看着办。哎，要不要晚上在这一块儿吃饭？王经理啊，您刚刚说后面的事儿您自己看着办啊。哎，基于您这话呢，我就得有一些让你明白的话要说。讲。你看啊，我是银行方面的律师，我不是您个人的律师。给银行追讨贷款呢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。但是啊，如果是您个人擅自做了一些举动的话，没告诉我，给银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，对不起，我不负这个责任。哎呦，陈律师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您放心，我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啊，只要能把钱追回来，一切都好办。是吗？咱们要钱就是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真不在这儿吃饭了？不了，你工作太多，怕打扰你啊，我先撤。OK， 好吧 ，OK。那我不送了啊。不用。还是这屋做婴儿房比较好啊，爸妈来了也能住。喂，硕哥，我刚刚从办公室出来的急，有些文件没收拾，你要把家里收拾好了，赶快回去。我这还没收拾完呢。对了，硕哥，我给你做了晚饭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在外边跟朋友吃了，今晚不回去。什么朋友？硕哥，你是不是又交女朋友了？哎，我说我交不交女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赶快回去就得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谢谢。您好，良城律师事务所。
出来了。妮子，结果出来了，许愿社哪个？啊，去拿啊！您稍等，去拿吗？让他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儿有点事儿，可能过不去。麻烦您帮我寄一下吧。寄哪儿？别，寄哪儿？别寄了，待会儿寄到所里让人看笑话。那对不起，别寄了。您稍等一下。不是你又不让寄，你又不去拿，你到底怎么着啊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你就让他拿吧，不，咱们就去拿吧。去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自己去取吧。好嘞。哎，再见。怎么判的说了吗？那电话里能告知吗？那肯定得拿回来打开了才知道啊。你去啊。不是，干嘛我去啊？啊，你刚自己说你自己去取的，你拿去啊，我不拿。我肯定不去，这万一要被驳回了，我肯定当场就得失态。你心脏比我大，还是得你去。不是，九娃，大姐了，哎，别看了，你是我亲姐，你去那顶多就是个失态，我要去了我就失禁了。我这两天遇到事儿，我还不够刺激的吗？你还忍心在我这胸口上再插一刀？别跟我这儿演啊！你看戏真足，罗云子，你跟我来这套是吧？你说，行，去就不去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真是。会发回吗？想得美，没那可能。那要是被驳回了怎么办？那你就这么想，驳回是常态，他发回是意外，勇敢的去吧。啊，你说的轻松，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不行啊，我大姐了，我给你拿包行吗？去吧，加油啊！记得给我发消息啊。再来一次，我会。二位，哎，忙着呢。他俩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哎，请进。有事儿啊？那个案子，裁定下来了。哪个案子？许建设那个，怎么样了？发回了。驳回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肯定驳回。没事，这有啥事儿啊？钱挣到手就行。行了，先别说，到底是发回了还是驳回了？判定原审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充分，全面接受了我们的辩护意见，发回终审了。这是裁定书，您看。你们觉不觉得他俩今天特奇怪？太怪了。
哎，刚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们自己部门的事自己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他俩把无期的案子打回重审了。重审？什么？重审了？重审了？真邪门儿真发回来了啊！这么大的案子居然发回了。咱们所多长时间没打过这种案子了？得有5年了吧？记得上一次还是方律师打过一个，这次没想到，竟然是2个1年级的律师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王大福的案子我还打成无罪了呢。哼哼，那也是人家2个年轻人找到当事人无罪证据的。什么意思？嫉贤妒能是吧？你让我嫉贤妒能，你得贤能才行啊！陶正，你什么意思？有本事你打一个刑事案给我看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当着管委会主任，挣钱的大案子全留在自己手里。韩主任，你说话注意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那点事儿。我干什么了？我干什么了？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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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就别吵了。难道没感觉到压力吗？当初同意他们2个年轻人组团队，这事干得有点激进。小涛这话说的没错，方律师，我觉得这事儿你就没过脑子，哪有让2个1年级的律师打班子的？翅膀硬了，对咱们所里有什么好处啊？不妨把夏叔打给他们，夏叔是合伙人，还显得对他们重视。这 OK 啊？喂，爸，您下班了吗？下班了，有什么事吗？爸，我跟您说一个好消息，我把一个案子打成发回了。哦，英子，祝贺你啊！爸，您跟哪儿呢？我在陪你妈妈呢。您把电话给妈。好。佳怡啊，咱女儿要和你说话，你听着哈。哎呀，咱女儿可是办成了一件大事啊。喂，妈，我是英子。妈，我跟您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把一个1审被判了无期的案子，给打成发回重审了。妈，您知道这种案子有多难打吗？我们所里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，但我一个1年级的律师，我做到了。妈，您闺女没给您丢人，您好好养着，看着我怎么为您奋斗。等有空了，我就回去看您。干杯！秋花，你们这仗打得真是太漂亮了！哎，你们是没看见，今天会议上，老韩气得脸都绿了。是吗？什么呀？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罗英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刚还说呢。来，领导，今天会议上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唯独老韩不服。陶正说了他2句。他差点冲上桌子跟陶正打起来。哎，那要真动手，他能打得过陶正吗？你说呀？
说真的，就咱们所多长时间没有打出过这种案子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太给咱们庭面不正面子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罗律师，邱律师，通过这次啊，我对您2位配合的那真是五体投地啊！哎，等一会儿，那个，我记得我跟秋律刚转职业那会儿，是谁有意见来着？谁有意见啊？这谁呢？我怎么会有意见呢？真是。说到底，咱们都是一个部门的，您2位以后有案子也多带着我点儿，让我跟您2位好好学习学习啊！我敬你们，我干了，我干了。你得了吧，小田。你看我来所里的时间呢，真是不短了，到现在真是一点成绩都没有。哎，你们也带带我呗。姐，你们别跟他们家解缝了。你们一定要带带我们呀！哎，你也学会啊！好不好？先来后到，要带也是先带我，是不是？你闭嘴！行了吧你们啊！今天大家难得聚一起，不醉不归。来，干杯！噔噔噔噔噔噔，1、2、3，再来，2、4，再来，又错了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真解气！你说咱俩刚转职业那会儿啊，他们谁服气啊？今天啊，一个个的屁颠儿屁颠儿的争着抢着巴结咱们俩，哟，哎呀，被人巴结的感觉真好，小人诈富。哎，我实话实讲，你看啊，咱俩1年级的律师是不是？刚当律师就能把这无期打成8回，谁能做到？咱俩做到了，既维护了正义，又站着就把这钱赚了。名利双收这词儿就是为咱俩造。现在只是发回，等打赢了重审再膨胀也不迟。好，你让我膨胀一会儿，膨胀一会儿。真的，英子啊，我得好好谢谢你。哟，突然正经了啊，这是要夸我？来，我洗耳恭听。就是要谢谢你，当时把我从老韩那儿拉出来，要不然我现在还跟小田他们一样，受着老韩的欺负，可能永远都没有出头的那一天了。嗨，这就客气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你是因为你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赢来的。要说谢呀，也是我谢谢你。哎，咱俩就别互相谢了，咱继续第2场，继续喝啊！来一个不醉不归，走。改天吧。今天我还有事儿。你还有第2场？秋华，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一个爱玩的女人啊！那个改天吧。哟，我说你眼睛怎么老往那儿瞟呢？那不是那个追你的那个叫乔乔的吗？小点声。你说的有事儿就是他约你啊？哇，你们俩不会是好上的？别在这八卦啊，小点声。那个要好上了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行，去吧去吧。啊，那我先走啊。好，你到家给我发个信息。哎呀，玩去吧，别假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球球。罗律师，车在这儿。好。哎，方律师。啊？夏书？哎，秋华来了。邱律师早。早。哎，秋华，我刚约玛丽来着。那个她应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差不多一会儿就到。哦，肖叔，我跟罗律师还有点事儿要商量，你先回去吧。秋华，方律说让夏叔加入我们团队。咱还有团队呢，咱们不就俩人吗？再多加一个就有团队了嘛。邱律师，上次的事儿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那是太想赢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，你放心。那个夏叔，你在这儿待会儿，我跟秋律
有点事儿来说。大姐了，就算是表面文章，咱也得演演是吧？你瞧你那张臭脸。也得演演是吧？你瞧你那张臭脸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就让他加入？我这不是把你叫出来了吗？再者说，这是方丽红给我打电话，我能拒绝吗？你教教我怎么拒绝？你就算是对夏叔有偏见，你也得承认这夏叔这人是傻了点，但他人不坏。我对他没有偏见，我就是本能的不喜欢。再说了，你说咱们要是在他爸手底下工作，咱们每天巴结着他，这还有情可原。那现在关键是我们在一个需要拼实力的地方，我们需要除了有好爹一无所长的人吗？他一无所长吗？他要是一无所长，那他美国那学位和中国司考他怎么考下来的？再者说，他有一好爹对咱们来说也不是坏处吧？没准未来还能给咱们带来案源呢，对吧？秋华，我的意思是，宁可要一个单纯的像一张白纸的人，也不要一坏蛋。咱就收下他吧，啊，多注意点他，别让他给咱们惹麻烦就行。我还得兼幼儿园阿姨。行了吧，走吧，我接水去。就别接了，给人个面子。行，说一句。哎，夏叔，你看你上次给我们惹了那么大事儿，人秋绿不计前嫌，同意你加入我们了啊！谢谢你，秋华姐。别，您是合伙人，您加入我们是我们的荣幸，是看得起我们。哎，相互感谢啊，相互感谢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马丽丽应该快到了。哦，我先接杯水。哎，我接。哎，给我带点美式啊。好。还是有优点的，跑得快。马女士，哎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这是我们所的夏律师，夏叔。你好，你好。马女士，许建设被发回重审了。什么叫被发回重审了呀？啊，就是被上级审判机关认定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，发回原审判机关重新审理，就叫发回重审。那如果呢，对方没有新的证据补充的话，重审改判希望会是很大的。马女士，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就应该不会再有新的证据出现了吧？不会了，你不知道之前查了多少遍呢？怎么会没有呢？不是有许建设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着债务纠纷的证据吗？不过我觉得是发回重审，主要是针对许建设是本案主犯说的。关于那个借条呢，应该对基本事实影响不大。对，二审裁定是针对犯罪过程，而不是犯罪动机的。没事，不管怎么说吧，总算是一小步的胜利。马女士，哎，我听说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，可不是吗？天哪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夏律师，夏叔，你要不在旁边那儿坐着，也做做记录什么的。哦。马女士，那我们二审的任务也算是不负重托。到这一步，二审就算是打完了。剩下的15万需要您尽快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。行，你们放心，我去筹去。那接下来可能就要准备重审了。您这个重审还想委托给我们吗？当然了，我当然还得委托你们二位了。这次重审可以说是许建设能否重获自由或者减少刑期的唯一机会。那辩护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。所以，如果您和许先生要继续委托我们的话，代理费我们需要再追加50万。您先交20，剩下的等到判决结果出来以后一次性付清。行，好。对了，你们还去见建设吗？这个重审如果是不委托给我们的话呢，那可能还会有一次机会。就是告诉他二审审判的结果，但如果重审委托给我们的话呢，那重审开庭之前，我们还有多次见他的机会。哎呀，那我可能有个事儿还得麻烦你们二位了。
能不能下一次再去见建设的时候，让他把上一次我给您那委托书签了？这样的话，我好帮他处理房子，也可以把代理费交上了。不可以，这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。什么情况下？就是许建设同意赔偿受害者家属，经过法官的同意，我们才能让他去签这个委托书，委托您去处理他的房产。可是邱律师，这个人是不是建设打死的还不知道呢，这怎么赔啊？还有了，那家人你们都没见过，他们胃口可大了。他们要知道建设名下有几套房子的话，他们不弄到手，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那对不起了，这事儿我们没办法做。我们反正要让他去签委托协议，顺便再多签一份，应该也没。安女士，关于这个委托书的事儿啊，我们也是说过很多次了。那现在呢，这时间确实比较宝贵，为了的重审呢，我们也尽量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一块了。如果真的是要签，也就是刚才邱律师说的那种情况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那我回去再想想吧。啊，那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那先走了，还是很开心的哈。不用送了。这女人真了不起。哪儿了不起了？都离了婚了还舍命救前夫，要我可做不到。我男朋友要出了这种事儿，我跑都来不及呢。你这辈子最好别遇到这种事儿。你说法官现在提出来要见咱们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没别的吧，肯定是希望咱们做许建设的工作。我觉得这个案子打无罪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就看判许建设多少年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相信他无罪。你是相信马丽丽吧？是啊，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马丽丽那样？你看我们夏叔，突然像看透了人性的样子。本来嘛。你们是许建设的辩护人吧？是啊，我姓魏，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。我呢，仔细研究了全部的材料，这个案子啊，判定许建设有罪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另一个同案犯最终量刑也没有那么重，这跟他积极赔偿、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是有一定关系的。你们看，是否有必要说服许建设协商赔偿？据我所知，许建设啊，应该有这个赔偿能力的，取得谅解很大程度上也是能够缓解双方的矛盾的。你们说呢？那魏法官，我们商量一下，一会儿给您一个最终的结论，您看可以吗？行啊，我办公室在这儿啊。好，谢谢。你们觉得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夏叔，前面的事儿你没参加，你没有发言权。我觉得法官的提议可以，他提到了同案犯的量刑，那是不是许建设如果积极赔偿的话，量刑上也会进行考虑，是吧？我同意你的想法。咱们就这样回复魏法官。然后去见许建设。不过前提是他给认罪，并且积极赔偿。但万一他不同意怎么办？咱们可以向他澄清利弊啊。我总觉得许建设态度这么坚决，背后一定有人给他传递错误信息。但是咱们接手以后，他应该也不会和外界有什么联系了，工作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难做。咱们可以试试。请。5号会见室会见。对了，夏叔，你得在这儿等着我们。关于你的这个代理协议啊，等我们进去见许建设，会让他补签的。放心吧。行。许先生，你这个案子，我们一直找不到无罪的证据，现在能打道发回是真的很不容易。
我是被冤枉的。现在这社会上，没有什么值得我信任的，只有丽丽。是真心为我好，她现在的努力太不容易了。虽然打回重审，但是仍然做无罪辩护，还是会有很大诉讼风险的。您是否考虑做罪轻辩护，并做出积极赔偿的姿态？那我们这边呢，也会积极的跟被害人家属沟通协商，争取刑事谅解，从而让法庭对量刑有所考虑，在法庭上得到一个较轻的判决。您觉得呢？人不是我杀的，为什么我要赔偿啊？3号会见室会见。你们是我请的律师，应该站在我的立场。我们一直都站在您的立场啊，只进行无罪辩护，完全推翻一审，这个难度太大了。所以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劝您考虑罪轻辩护，协商赔偿，尽量尝试降低刑期，减少您的诉讼风险，这个我们还是有信心的。对，如果量刑上能够减轻，加上您之后有良好表现，实际服刑的时间可能更短，这笔账您心里应该是能算明白的。那这样行不行？您看，我们先代替您去跟对方接触一下，我们也看看对方的一个态度。那如果涉及到赔偿的话，看看人家底线是什么。你说呢？我听明白了，没时间了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去吧。但是你们不能代表我表态，赔不赔，赔多少，我决定。那是当然，那个重审的日期很快就会确定了。我们下周再来跟您见个面，到时候您可以把您考虑的一个结果告诉我们。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补充代理人的协议，律师是我们的同事，他的名字叫夏舒。马女士那边已经确认过，她是见过了。好，我接受。好，那您麻烦您签个字哈。怎么样？签了，放心吧。不是，许监社怎么说啊？松口了。松口了？哎，不是。现在有发回的基础在，又能重新协商谅解赔偿，这样的局面已经很好了。您不是也一直为许先生奔走呼号，就是希望他能够早日恢复自由吗？我知道，我再想想啊。马女士，时间拖得太长，对方可能会觉得我们缺乏诚意。要不这样，您看行不行？赔偿的数额咱们再讨论。我们先去跟受害者家属先接触一下。不行，你们可不能背着我们单独去跟对方接触啊。我们没有背着，许先生已经是同意的。他同意了啊？他签字了吗？不用签字，他是当面同意的，让我们和对方先接触一下，然后至于这个赔偿条件什么的，将来再由他自己决定。建设一直没认罪，他怎么会同意你们去跟对方接触呢？那你们去跟对方接触了，不就证明他认罪了吗？马女士，我们的委托人是许建设，他也是当面同意的，我们这边也是有会见谈话笔录的。夏律师，你把我们的那个记录麻烦给马女士看一下。好。您看。
建设上面不是说他想想吗？而且这儿也说了，你们不能代表他的态度，赔不赔、赔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啊。而且这钱是建设的钱，我也不能替他做主。这样吧，我觉得让建设先考虑清楚再说。要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马女士，这个2审之后的这个15万，您需要马上再交给我们了。还有，如果这重审您还是想让我们给您代理的话，您需要交50万。可以啊，这15万我马上打给你们。但至于那50万，我觉得得让建设考虑清楚了以后我再付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一直都积极的救许建设吗？现在这机会这么好，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消极啊？他就是坚信许建设无罪才会这样的。我们已经跟他解释的够清楚的了，连关在牢里的许建设人都明白，他明白不了吗？英子、秋华，你们是相信许建设是无罪的吧？恰恰相反，我们现在觉得他可能是有罪的。至于最后致命那一棍子是不是他打的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如果能争取降低量刑，这已经是很好的诉讼结果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夏叔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哦。哎，那咱们那个小咨询室空着呢吗？好，那你带他过来吧，好吧？谢谢啊，罗律，肖女士到了。林子，师姐，哎，坐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请你做我的律师，起诉孙华迪。我收到他的信了，他跟我说，当时呢，他转这些钱呢是通过他母亲的账户，他还把他们之间交流的信件还有银行密码都给了我，我也去见过他的妈妈了。他把银行的 U盾给我，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大概一共转出去有个6000多万。温丽已经把这些资产转移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现在想请你代替我追讨这一部分夫妻共同财产。师姐，您想请我当律师这件事，孙大哥是知道的吗？他知道，而且也是他同意的。确切的说，他转移的并不完全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，很大一部分是公司的资产。那孙大哥当时犯事的时候查出来转移出去多少的吗？当时查出来的大概有个2000多万吧，剩下的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来平账的。所以我跟他离婚的时候，我没有分到一点股权价值。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。可当时查出来是2000多万，现在一下子就变成6000多万了。如果您现在起诉他，可能要追究孙大哥的余罪，这件事情他了解吗？他了解，他现在恨死温丽了。他说宁可多坐几年牢，也一定要抓住他。好，那师姐，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正如我刚才说的哈，这6000多万的事儿一旦出来，可能孙大哥要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，他现在需要一个律师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是我找的您，找的他，牵出这6000多万的。所以，如果他信任我的话，于情于理，我都应该代理他。至于您这儿，我就不合适了。为什么呀？您别忘了，温丽案另外一个受害人是我，所以将来必定温丽案的当事人之一就是我，所以我就不太合适了。不过师姐您放心，我可以为您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律师。你们所里的吗？哦，不会是我们所里的，因为我要代理了孙大哥，我们所里的律师就没办法再代理您了。但是，这个律师我是很相信他的能力的。谁啊？大正律师事务所的陈硕陈律师，陈律师我很了解，对付温丽他再合适不过了。行，你介绍的人我放心，听你的。
你好。你好。我们是元阳分局的，请问一下罗英子在吗？啊，您稍等。哎，罗律师，2位警官找您。啊，什么事儿？罗英子你好。啊，您好。我们是元阳分局的，有人举报你涉嫌贷款诈骗，请你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诈骗？你们搞清楚了吗？有证据吗？请你过去就是为了配合调查，配合工作，谢谢。是真的吗？好，我会去配合你们的调查。师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把这边搞清楚之后，我会跟你联系。嗯，好。走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小孙，帮我找一下秋华，我委托他当我的律师了。好。方律师，出事了！哎呦，小唐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！罗英子让警察抓走了。你确定罗英子啊？我当然确定了，那大厅里人全看见了，这回可热闹了。啊，量程所的律师让警察给铐走了，因为什么知道？还能因为什么呀？说不定就因为他手里的那个被发回来的案子。罗英子这家伙啊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？说不定他就向2审法官行贿了呢。这种人，咱们所里坚决不能留。现在他有了刑事犯罪记录了啊，律师是做不成了。咱量程所要有这样的律师，那在律师界那是什么影响啊？陈律师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罗律师被警察抓走了啊！知道为什么抓人吗？我听一个警察说，好像是涉嫌诈骗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肯定是抓错人了。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去警察局把他救出来？你先别添乱了，具体原因肯定得查清楚才知道。那罗律被带走的时候说什么了没有？他说要委托您当他的代理律师。那个陶律师，你回避一下，我跟老韩说几句。好。老韩，罗英子手里可是有你性骚扰的证据啊，你别忘了。将来等他出来，如果知道是你力主开的他，把证据一公开，你的律师还能做得了？这是为咱们所里着想。为所里着想，就别这么幸灾乐祸。不了解情况，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咱们的律师，我们要维护他。那至于以后出现什么事情，那就以后再说。你瞧你得意忘形的样子。陶主任，你再回来一下，咱们商量商量，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办。要不要我去了解一下，到底因为什么？不管因为什么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先保密，毕竟是咱们所的律师。光天化日之下抓的，这种事儿能保住密？你先管住你的嘴啊，老韩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哪天我知道是你捅出去的，你别怪我不客气啊。庞律师，罗英子被警察带走了。真能干，都把自己干进公安局了。方律师，咱们得去救他呀！救他也要分什么事儿啊？如果真的违法犯罪了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您觉得罗英子可能犯罪吗？那也说不定。您要是这么说，就是对自己的当事人不负责任了吧？别说罗英子不可能违法犯罪，就算她真的犯了罪，您现在还是她的代理人，您也应该维护她的合法权益啊。方律师，您怎么这样啊？秋华，他不管我们管。你们先冷静一下。方律师就那么一说，我们是商量怎么救人呢。哪怕不让他看律所，我们也会把他救出来的。秋华，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说是涉嫌诈骗。不行贿了，改诈骗了。您什么意思啊？老韩，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先走吧。
秋华，你和他关系一直挺密切的，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能让警方认为是诈骗呢？应该是和他向警方报案说刘明诈骗这事儿有关。难道警方认为他是合谋？罗英子不可能诈骗，一定是有人陷害他。如果和刘明有关系，我一直代理他的离婚案，这件事儿，我当然也是他的律师。这样，秋华，了解清楚到底他们立案侦查的原因是什么。我跟公安比较熟，我去。谢谢陶律。夏叔，秋华，代理银行的是大正所，如果是银行贷款的事情，我认为大正所脱不了干系。你们两个当务之急去了解清楚，到底是谁陷害罗英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你去大圣所问一问，我去银行，咱们分头行动，随时电话联系。好。这鬼子我早看出他不地道。一个律师被警察在律所门口带走，咱们律所以后还怎么开？可是他现在眼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没出师呢啊！就在老律师头上拉屎。原来靠的是违法犯罪啊！这次幸亏出事了，要不然以后不定多大妖呢。欠的好还呢。查吧。张助理，有位女士找陈律师。你是张诗兰吧？啊，我是良城所的，跟罗律师是同事。我找陈律师，他在吗？下客户去了。啊？那他知不知道罗律师被警察带走了？你说什么？喂，秋华。夏叔，大正所那边你跑得怎么样了？哎，我没见到陈律师，什么也没打听到呢。银行这边我也跑了，那银行管事儿的根本就不见我。行，那你接着查吧啊。嗯，好。喂，马女士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夏律师，我们能见个面吗？我有急事找您，我把地址发给您。哦，行，那我现在去找您。罗英子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和你的丈夫涉嫌诈骗，说说怎么回事吧。警察同志，我是律师，我也懂法，不是我和我的丈夫涉嫌诈骗，是我丈夫他自己涉嫌诈骗的。我丈夫诈骗银行贷款这件事儿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他的诈骗行为，我前几天已经跟警方报警，你们可以去核实了解一下。我还没有把话说完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报案了，银行没有办法拍卖房子，收回他们的贷款，所以他们急了，就把我给告了。我说完了。你还是端正态度，冷静想一下吧。银行不光提供了物证，还有证人。有证人就叫他出来见一面，我们一起对质。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词，对吧？
我要见我的律师，这是我的法定权益。帮他联系一下。硕哥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跟客户谈事儿呢。刚才良辰所来人说我姐被抓走了。说因为什么了吗？银行诈骗，搞不好已经被刑事拘留了。我跟你一块儿。不用。进。王经理，又是我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给你邀功。邀什么功？能坐吧？坐。这罗英子呢，不是举报她老公敲诈吗？上次你跟我说是夫妻合谋，我还有点不相信这事儿，对吧？但后来呢，我仔细的琢磨了一下，我觉得王经理你说的有道理啊，真的。所以我就把这个消息呢，有一搭无一搭的跟我这公安口的同学悄悄的透露了一下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罗英子今儿被抓了。哎呦，你也使这招啊？哎，还谁使这招了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我们也向公安报案了。这不是英雄所见略懂吗？哎，这可不是英雄所见略懂，别忘了，这招还是你给我们出的。王经理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你看现在情况是这样，银行报案了，罗英子被抓了。那咱就把这事儿给凿实了呗。咱找证据。这证据我们有啊，当时她就是跟她丈夫一起来的呀。那不会，她跟她丈夫一起来，然后还报案去，她傻吗？哎呀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，反正啊，她丈夫说的当时就是她。王经理，这事儿以前你不管可以，但现在银行报案，它就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，你就得管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是说方便啊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您把这手头上的证据您给我瞧一眼。我是律师，我帮你把把关，咱看看能不能规避一些风险，你看好不好？哎呀，行不行嘛，王经理？反正那个刘明说那女的是他老婆。咱得严谨点儿，到底是还是不是？因为你是经办人，将来要上法庭作证，你是这种口吻的话，会有问题。那怎么办呀？这时间过得这么久了。材料借我看一下。行，都在这儿。当天没有监控录像。没有。我接个电话，买点什么先起。什么事儿？方律师，所里出现这么大的事儿，需要马上召集所有合伙人开个紧急会议。出多大的事儿？不就是配合调查吗？哎，方律师，您不能因为收了他高额的代理费就袒护他吧？啊，一个律师被抓，那对我们律所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。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什么叫我袒护他？我是他的律师，不假。但是拘留的事情和我有关系吗？那就需要马上
召集合伙人开紧急会议，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对律所的影响。想开就开吧。陶主任，你召开所有人开会啊。夏叔他不用参加。走吧。韩主任，留步。我等着要开会呢。我劝您最好还是留一步。什么事儿？这事儿又是您撺掇的吧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在您手底下工作这么长时间，我对您的为人很清楚。他犯罪，跟我的为人有什么关系？他犯不犯罪现在还不清楚，但您性骚扰是真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别怪我没提醒您了。一会儿合伙人会上，您要是敢害罗公子，我就把我手机上的东西公开出来。觉得拿住我了是吧？你公开，只要你不要脸。我没做不要脸的事儿，做不要脸的事儿是您。我劝您别逼我走那步。王律师，我知道你很欣赏，但您是律所的负责人，您得为整个律所的利益着想。不管怎么样，警察来律师事务所抓人，恶劣的影响已经形成了。为了律师事务所的考虑，我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。什么措施啊？他被调查，不代表他一定犯了罪。先把他除名再说。一个律所，当自己的律师出了事情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从法律上维护他的正当权益，那这个律所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？方律师，您收了他的钱，可不能牺牲了律所的利益吧？我代理了他的2个案子，律师收费有问题吗？可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当事人，你就不为律所考虑了吧？你放心，如果最后法院判他有罪，律所肯定不留他。要我说呀，这个方律师说的也没错。咱们是一家律师事务所，咱们所里的律师遇到了法律问题，咱们所里责无旁贷啊。哎，老韩，你怎么反过来了？你这怎么是谁鼓动我们大家的？刚才方律师，还需要我吗？不行的话，我和你一起代理，我免费代理。哼，不需要。我作为律所的负责人，我再强调一遍，罗英子目前还是我们律所的律师。虽然现在因为一些事情被刑事拘留，但是不代表他一定无罪。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律所有义务为他提供法律支持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担当。如果说最后法院判定他有罪，我会按照我们律所的规章制度，立刻开除他。哎，回来啦！啊。陈律师，借一步说话好吧？真没有监控录像？没有吗？作为律师，我提醒你啊，藏匿和销毁证据，这是犯罪行为。王经理让我销毁的，我没敢。能给我看看吗？你和许先生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但是马女士，
我相信罗律师和邱律师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，只有在许建设同意赔偿被害人家属的前提下，经过法庭批准，我们才能把这文件送进去。我是真的很想帮您，但是您的这个要求，我真的办不到。夏律师，你也知道，这个代理费真的太贵了，我到处凑钱我也凑不齐，我就想帮他卖套房，可是我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理解您的苦衷，所以我们一直劝许先生接受赔偿，只要他接受了，其他事儿都好办了。除了这件事儿，你要是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，我一定尽量提供协助。